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公路上，男人开着车带着女友准备回家，神情有点恍惚的两人还有说有笑。然而下一秒，他们赶紧停下了车，两人顿时就懵了。罗伯狠狠砸了一把方向盘，懊悔不已。他们下车准备前往查看，一辆被撞毁的自行车倒在了路边，只见男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很显然他已经狗带。两人都被吓坏了。米娅打算立刻报警，却被罗伯一把阻止。他告诉了米娅自己不仅酒驾还嗑了药，一旦被逮捕那将牢底坐穿。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公路上，罗伯产生了侥幸心理，他打算将男人抛尸在下方的湖里。他回到车上找来了睡袋，米娅本想阻止他，也因为侥幸心理打算帮他毁尸灭迹。罗伯用睡袋包裹住男人尸体拖走，米娅拖着被撞毁的自行车，两人来到了湖边。为了能让睡袋沉下水中，他们将石头塞进了睡袋里面。随后两人将睡袋和自行车都抛进了湖里。惊魂未定的两人一言不发开着车回去了。时间来到了15年之后，米娅已经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建筑师，成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。本以为一切风波就此过去，随着另一个女人的出现却打破了宁静。一个保险员黑妹来到了失踪丈夫多年的女人家里，对她的遭遇做了记忆记录。而多年未曾露面的罗伯在酒店找到了米娅，他拿出了一份报纸，上面有着一个专题报道，照片上的男子正是多年前被他们抛尸的男人，而他的妻子却仍然在苦苦等待自己消失多年的丈夫归来。这一切只有两人知道。罗伯因为这件事之后常年活在了愧疚阴影之下，他连酒都戒掉了。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，他决定匿名写一封信给男人的妻子，告诉他这一切。这个做法遭到了米娅的反对，这样做无疑会将事情败露。现在的他已经功成名就，还有了美好的家庭，如果因为这件事这一切都将化为虚有，他无法接受。米娅觉得罗伯做法太自私，当初还是他求着让隐瞒了此事，现在却要将事公之于众。两人为此发生了争吵。一意孤决的罗伯却并不想听从米娅的诉求，他打算离开这里，却被米娅一把抱住。Mia, I'm fucking leaving. What are you doing? Mia, Mia, what the fucking go? 罗伯不幸被推倒，脑门重重砸在了地上，试图挣扎的他被米娅锁住脖子，最终狗带。看着外面还拉开的窗帘，本想拉上窗帘的他看到了下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。此时的正对面一个牙医也目睹了下面发生的一切，他吓得赶紧拉上了窗帘。正当他观察着下方发生事故的时候，另一边却响起了敲门声。一个送餐酒店服务员来到了女人的房间，在女子米娅签下单子之后，服务员转身离开了这里。此时的床下正躺着一具男人的尸体，为了尽快将尸体处理掉，他开始了一个缜密的计划。首先，他在酒店的房间点拨了一个小黄人，在声音的掩盖下，将男人的尸体藏在了餐车的下面。通过对地形的观察，他推着餐车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停车场，将尸体带到了车上。他开着车离开了酒店。工厂的几人正准备下班，等他们走后，米娅解开了锁链，她躲过了上方的摄像头，将男人的尸体拖了上来，随后扔进了一个锅炉中，便离开这里回到酒店。一切就像在做梦一样。第二天，他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这里。保险员黑妹因为昨晚的一起交通事故来到了这里调查，她发现这里的摄像头被喷上了涂鸦。为了寻找到证据，黑妹来到了被撞的男子家里。男人想要拿到赔偿金，他必须要得到确切的证据。他带着一个能够追踪记忆的设备，只要带上这个东西，你回忆的画面都能呈现在这个设备上。在男人的回忆下，只看到一个穿着黄衣的女子经过了这里，随后男子被撞倒在地。很快黑妹又找到了黄衣女子，在她的回忆下，由于被路边的汽车挡住，并没看到男子被撞的过程，而车玻璃的白色反光给了她新的线索。他继而找到了牙科医生，在他的视角下，原来他正在偷拍对面一名性感的女子。忘记关闭闪光灯的他，恰巧错过了被撞击的一幕。此时黑妹却从画面中看到了在酒店中米娅往下看的身影。他来到酒店想要得到女人的身份信息，却遭到了拒绝。回到家的他无意中在保险数据库中得到了米娅的身份。她告诉自己的丈夫欧文，为了得到这笔佣金奖励，打算准备立刻驱车前往米娅的住处。来到这里的黑妹说出了自己的身份，米娅以为是卖保险的，回绝了她。黑妹才将自己要调查交通事故缘由说了出来。米娅告诉了她经过的一切。急于收集证据的黑妹却想要问到更多的东西，遭到了米娅的再次拒绝。她却带着威胁的语气告诉了米娅 I don't want to sound heavy, but it is a legal requirement since last year. Legal requirements. Well, if you've witnessed an incident, yes. But I have to notify the police when people refuse, and when they get involved, it just drags everything out, so... 不想招惹警察的米娅只能无奈地答应了他。而黑妹不知道的是，她的一场噩梦即将开始。眼前的保险员黑妹拿出来的这个仪器有多厉害，只要你回忆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在这个设备上呈现出来。而作为在昨天一场交通事故中出现的目击者米娅，却在酒店中干了另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。面对这种可怕的仪器，米娅本打算拒绝，表示自己可以口述说明自己所看到的一切，黑妹却不依不饶，并表示这个仪器所看到一切都将作为私密，还告诉了米娅 Look, I
don't care what you might have been doing in the hotel room in your own time. Not gonna ask you anything about that. Won't go there. 这让米娅开始变得慌张起来，准备泡杯咖啡压压惊。她看到了桌上的刀子，不想被人发现秘密的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看到站起的黑妹，她无奈冷笑了起来，并表示自己要去趟卫生间。冷静下来的她开始拼命让自己不要回忆起那些画面。I hate room service. It's an hotel room on my own. Watch porn. 她最终还是带上了这个仪器，开始回忆自己看到楼下发生的交通事故。很快，黑妹也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画面。正当她暗自窃喜的时候，然而下一秒，画面出现了被杀害罗伯的身影，还看到了罗伯和米娅两人15年前撞到了那个陌生男子，并将他被抛尸的画面。黑妹被吓坏了，她赶紧关闭了仪器。她假装淡定说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准备慌忙离开这里。米娅看出了不对劲，一路追了出来，解释到自己会因为胡思乱想，会回忆起一些奇怪的画面。神情紧张的黑妹头也不敢回，赶忙回到了车上准备离开。米娅发现了事情不对劲，此时黑妹的车子却怎么也打不着。捡起石头的米娅开始疯狂地砸起了玻璃。醒来的黑妹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了起来，被关在了小黑屋。米娅也摊牌了，告诉自己不能放走她。她解开了黑妹嘴上的布带，害怕的黑妹极力地请求了米娅不要伤害她，并保证自己可以删除上传的记忆，不告诉任何人。她试图说服米娅，米娅却并不相信她。她拿起了仪器，准备对黑妹进行回忆画面呈现。在米娅的口语引导下，她在画面里看到黑妹的丈夫欧文也知道了此事。米娅捡起了地上的石块，随后传出来重重的敲打声音，黑妹当场狗带。米娅在她的车上找到了她家的住址还有钥匙，她开着车前往了黑妹的家里。没有退路的她拿起了锤子，偷偷潜入了房间。此时的欧文还在刷着抖音不点赞，浑然不知身后危险正在靠近。他关闭了电视，来到楼上准备泡个热水澡，而米娅却出现在他的身后。两锤之后，欧文当场狗带。正当米娅打算离开这里，却听到了孩子的声音。她看着眼前天真无邪的孩子，陷入了沉思。画面一转，米娅已经开着车来到了另一边，她正在参加自己孩子的演出晚会，而她的内心却焦躁不安。接到警报的警方也来到了黑妹的家里，发现了欧文和孩子已经被杀害。米娅却不知道这个孩子天生就是盲人，而她却遗漏了这只荷兰猪。很快，警方通过追忆器锁定了米娅，而她最终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